嗨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华尔街周报》，我是安琪。时隔2年，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重回线下举行，这也是2020年欧美爆发新冠疫情以来首次线下举行的这场投资界的春晚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春晚上的干货，分为几个重点和大家分享。感兴趣小伙伴呢，也请关注我的 YouTube 账号和欢迎点赞和转发哦，谢谢。在长达5个半小时的问答环节中，今年将满92岁的巴菲特和98岁的芒格再度搭档，回应了外界关注的诸多问题。股东大会之前，伯克希尔公布了不如市场预期的今年1季度财报，受到投资损失和保险承保业务疲软的影响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第1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了53%，当季每股盈利 EPS 为3702美元，比1年前的7638美元大幅下降，市场预估为4490美元。截止到第1季度末，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为1063亿美元，为2018年第3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，较去年4季度末的账面现金1440亿美元下降了26%。公司还表示，第1季度将花32亿美元用于回购公司 A 类股和 B 类股。2位接近100岁的老人在这场盛宴上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干货，我们挑了些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一些精华和大家分享。第一点巴菲特介绍了2个潜在的接班人，也就是伯克希尔可能要换我们的领袖了。伯克希尔的非保险业务的副主席伯雷格·阿贝尔和保险业务的副主席阿吉特·贾恩。第二点巴菲特称有许多事情会变，但有一件事情不变，就是我们总会持有很多现金，不是说商业票据哦，我们也没有货币市场基金，我们相信应该持有大量现金。第3点，巴菲特在回忆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让股东警惕新形式的货币。巴菲特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，但他之前说过比特币是老鼠药，且没有独特价值。芒格也对此类加密货币不屑一顾哦。第4点，芒格评价说，当下股市几乎是投机狂潮。他提到高频的算法交易和在疫情期间新投资者的开放程度愈演愈烈，用算法交易的电脑之间相互对抗，这是格外疯狂的时期。很奇怪，这个制度及股市有了这种赌场的性质，这不是任何国家想要的结果。第5，有人问他们，如果仅选择一只股票来对抗高通货膨胀，你会选择什么呢？巴菲特说，我会选择投资我自己。为什么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在某件事情上做得特别好，不管有没有经济利益，人们会给你们一些他们生产的东西来换取你能够提供的东西，包括你的技能。所以最好的一项投资就是投资自己，做自己擅长的事情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就不用担心钱因高通货膨胀而贬值了。第6点，芒格说，在我一生中，我试图要避免一些既愚蠢又邪恶，还让我显得比别人差劲的东西。我觉得比特币3点都占全了。说它愚蠢，因为它的价值会归零；说它邪恶，因为它削弱了健全的美国金融系统。此外，相比已经禁止比特币的国家，美国等国显得特别的愚蠢。第7点，有人问巴菲特，你很早就知道自己想当投资人，可是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巴菲特说，我想做投资人，恰好我爸爸就是做这个的，而且喜欢这个。我家里有足够的书让我看，这是个偶然。但是我确实认为，找到你真正想做的事情，然后一生的从事，找到你想要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为自己真正尊敬的人打工，这就是我毕业之后做的。我想要为现代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·格雷厄尔打工，后来他确实雇佣了我，然后我就给自己打工了，我就是想要给自己打工。而芒格老人却说，我的建议是找到你真正不擅长的，然后规避他们。就算你很聪明，你也不可能做好你不感兴趣的事情。第8点，谈及石油储备和生产关于石油储存，美国是否应该改变做法？未来10年不再变革会怎样？芒格认为应该做出改变。他说，我希望有很多的石油储备，我更青睐从中东来买油。未来200年，石油将是非常珍贵的资源。他承认这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，又说我不在乎，我就是觉得他们都是错的。巴菲特说，这个问题是有弹性的，不同的族群会有不同的想法，这不是坏事。现在美国联邦政府有上10亿的储存量，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国家有这么多储油是好事，仔细想想其实不够多。3年到5年后，这些储量就没有了，你也不知道3、5年后会怎么样哦。是的，净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巴菲特被誉为是奥马哈先知。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 A 类股价在今年3月首次收于了50万美元的上方，表现创下了历史新高，也超过了今年不断下跌的标普500指数。伯
伯克希尔 A 类股呢是公司最初发行的股票，由于公司坚持不分红及拆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价格迅速飙升，最终成为华尔街最昂贵的个股之一。目前该公司市值大约为7430亿美元。而今年以来，全球市场只多事之秋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擅长利用市场动荡挖掘机会的巴菲特当然也不会等闲，持续买入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，也占了西方石油在海外流通股票的14.6%。不久之后呢，巴菲特再度出手，将以116亿美元收购保险公司 Alegefi， 这是巴菲特6年以来的最大一笔投资。在购买石油股、收购保险公司前后呢，巴菲特再次买入了1.21亿股的惠普公司的股票。这笔投资使伯克希尔获得了惠普约11.4%的股份，成为这家个人电脑和打印机制造商的最大股东。那伯克希尔公司到底有多牛？该公司每5个季度产生约33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，除非有其他的投资，否则到2023年中期，伯克希尔很有可能仍然持有1500亿美元哦。奥马哈先知绝非是浪得虚名，巴菲特对股票和市场的多次准确预测，为他赢得了奥马哈先知的绰号。特别值得一提是，2011年美国银行遭受了次贷危机的打击，股价从前一年的每股19美元跌到了每股7美元，大家都在恐慌，巴菲特开始贪婪，巴菲特嗅到了机会的味道，购买了5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的优先股。而今年呢，给大家透露一下，伯克希尔第一季度建仓做多西方石油公司和花旗，增持了苹果、雪佛兰、通用汽车，清仓了富国银行、艾伯维、百时美、施贵宝。感谢您收看本期的《华尔街周报》，欢迎关注、订阅和转发我的 YouTube 频道哦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会。